深夜12点加班时，我们突然收到了一条短信：有杀人狂进入大楼，请不要擅自下楼。发件人是个陌生号码。一时间大家都愣了愣。坐在我旁边的王哥率先笑出来：这是谁搞的恶作剧？就想让咱继续加班是吧？他伸了个懒腰：不管了，我要回家了。王哥拎包下班。然而40分钟后，一个叫小美的女孩冷不丁地说：不对，王哥为什么还在附近？她刚刚想用蓝牙给旁边的同事传文件，结果搜索附近可共享的人时，发现了一个老王，这是王哥的手机。小美的神色变得不安。王哥不是40分钟前就下班了吗？按理说他现在应该要么在回家的路上，要么已经到家了，但此刻按照蓝牙的搜索距离，他甚至没有离开我们这个楼层。联想到刚刚那条短信，大家的脸色开始变得有点不好看。有人说，会不会是去厕所了？老板刚从厕所回来，厕所没人。不知道是谁开了个不合时宜的玩笑。不会那个进来的杀人狂就是王哥吧？现在就藏在暗处，准备杀了我们。一个身穿棒球衣的高大男孩立刻接话：王哥是杀人狂？那太好了，我能一拳干爆一个。这话一说，大家都笑起来，因为王哥身材矮小，体型瘦弱，换桶水都需要别人帮忙。老板说，估计小王就是把手机落在这里了，你们帮他找找，明天给他。棒球男立刻给王哥的手机打了个电话，想听铃声来判断手机的位置。电话拨通，四周一片寂静。静音了。棒球男嘟囔一下，挂了电话。就在我们打算继续帮王哥找他落下的手机时，棒球男的手机突然叮了一下，王哥发来消息。什么事？我们愣住了。棒球男愣了愣，给王哥发：你在哪呢？王哥回复：我刚到家。怎么了？看到这条消息，棒球男气不打一处来，还骗呢？我们都搜到你的蓝牙了，你在哪儿藏着呢？他打到一半，正要发送，手机却突然被小美抢了过去。别回，这个发消息的人不是王哥。小美抬起手，指着聊天界面：你们看，王哥平时发消息从来不打标点符号，句子之间都是用空格隔开。大家全都愣了愣，各自打开手机翻了翻，的确王哥之前不打标点的。棒球男挠挠头，也许是他偶尔改变习惯呢。我思考片刻，拿过棒球男的手机给王哥发：我有2箱水果要搬回家，本来想让你开车捎我一下呢。王哥回得很快，刚才怎么不说明天吧？棒球哥松了口气，你看这句不就没标点了？我和小美对视一眼，脸色同时变得非常难看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我们2个刚和王哥闲聊过，他抱怨自己的车昨晚被追尾了，送去维修，这周都得坐地铁了，所以他开不了车。刚刚发消息的人一定不是王哥，而最可怕的是，上一条他还带标点，这一条就立刻不带了。这说明这个人他听得见我们说话。这个大厦新建成没多久，我们在12层，整层只搬进了我们这一家公司，其余都是空房。此刻这个拿着王哥手机的人，很可能就躲在隔壁的某间空房里监听着我们。我和小美在纸上写下了自己推论，拿给同事们看，大家的脸色全都变得煞白。一个戴眼镜的男生胆子小，此刻已经瑟瑟发抖，他在纸上写：我们报警吧。棒球男立刻反驳他：你怎么跟警察说？收到了一条恶作剧短信，还有几条有标点没标点的微信。棒球男在纸上写：去监控室，就一清二楚了。监控室可以看到王哥去了哪里，也可以看到整层楼的情况。如果真的有凶手潜伏在这一层，只要查监控就能看到他的位置。棒球男起身就要去监控室，但是突然被小美拦住了。小美用自己的备忘录打字：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任何人都不要单独行动。的确，如果真的有杀人狂潜伏在这里，那落单的情况无疑是最危险的。棒球男有些不屑，因为他身材高大，浑身都是肌肉，只有别人怕他，没有他怕别人的份儿。然而小美已经分好了组，我们留在公司加班的一共有6人：老板、王哥、棒球男、眼镜男、小美和我。现如今王哥不知所踪，还剩下的5人里，棒球男和眼镜男一起去监控室，剩下3人在原地等候。棒球男提出：眼镜这么怂，还是算了，老板跟我一起去吧。眼镜男本来就害怕，闻言更是求之不得，一个劲儿地往后躲。于是棒球男和老板一起打开公司的门，走进了昏暗的走廊中。在小美的要求下，棒球男还拿手机连着视频，给我们实时直播他们看到的情况。走廊里黑沉沉的，我们的办公室在最北端，监控室则在最南端。过去需要穿过整条走廊，在经过楼梯间和电梯间的时候，老板和棒球哥都查看了一下。不查看不要紧，一查看，我们的心同时跌落谷底。电梯停运了，显示板上一片漆黑，而楼梯间的大门则被关上了，门上挂着一把铁锁。我和小美对视一眼，同时掏出手机报警。然而不管我们怎么拨，手机里都只传来嘟嘟的占线声。我又试着发了几条微信，我能够将消息发送给小美，但是当我试图发给外面的朋友时，消息就始终显示正在发送的圆圈，有信号屏蔽器。小美倒吸一口冷气，这个人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。老板和棒球男终于到达了监控室，从视频连线中，我们也能看到监控的整个画面。眼镜男几乎是无法抑制地发出了一声惨叫。
王哥，那是王哥，王哥已经死了。他倒下的位置离监控摄像头很近，而他的位置就在我们隔壁的空屋，与我们只有1墙之隔。尸体已经找到了，那么凶手呢？监控室中几十个显示画面中全都空空荡荡，整层楼除了死去的王哥和我们5个外，并没有别人。也就是说，要么这个杀人狂是个鬼魂，要么杀王哥的人就在我们这些人当中。而就在同一瞬，手机里突然传来棒球男惊恐的喊声：“老板，你干什么？”下一秒，视频连线断了。几秒钟后，走廊那端突然传来了一声重响，响声之大，让所有人都狠狠哆嗦了一下。随后，微信群里弹出了棒球男的语音，他喘着粗气：“老板刚刚突然想杀我，还好我力气大，反应也快，他被我反杀了。我现在回去，你们都还在公司里吧？”随着语音一起被发到群里的，还有一张照片。监控室内，老板倒在地上，我强忍着恐惧，想要回复棒球男，然而小美一只手突然抓住了我。棒球男在撒谎，看出不对劲了吗？我狠狠抖了一下，我明白了，如果老板是在想要偷袭棒球男时被反杀，那么他应该是迎面被棒球男击中，但此刻老板的伤口是在脑后，所以老板根本没有偷袭棒球男，而是棒球男在老板看监控的时候偷袭了老板。旁边的眼镜男盯着前方，一个劲儿的喃，都在撒谎，都不可信。而就在他话音落下的瞬间，远远地响起了脚步声。棒球男回来了。电光石火之间，眼镜男突然打开门，把我推了出去。小美发出一声尖叫：“你干什么？”小美想要后退，然而已经晚了。眼镜男将她也推出了房间。接着，眼镜男重新锁了门。安全了，这样我就安全了。眼镜男隔着玻璃冲我们露出神经质的笑容。来不及了，小美拉过我。他不会给我们开门的。我浑身发软，而下一瞬，棒球男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了走廊的远处，他的手中拿着一根棒球棍。你们怎么出来了？黑暗中，棒球男问我们：“你们为什么在发抖？是害怕我吗？”他露出牙齿笑了笑：“有什么好怕的呢？你们又不是老板。”他扬起了手中的球棍。所以啊，我不会让你们死得那么难看。小美推了我一把：“快跑，我们分开跑。”我转身，不要命地朝前跑去。下一秒，我便听见棒球男也跑了起来。他的猎物是我还是小美？我穿过整层大厦，跑到了最南面。监控室门敞开着，地上躺着的是老板。远处突然传来了一声钝器的重击声，伴随着女人撕心裂肺的惨叫。我的心骤然跌进了谷底。是小美被眼镜男抓住了吗？随后脚步声再度响起，他现在来杀我了，躲不过去，根本躲不过去，除非从楼上跳下去。等等，我知道自己该躲去哪里了。棒球男来了，拖着球棍，我屏住呼吸，用尽全身力气克制住自己不要发抖。此时此刻，我们之间的距离连3米都不到。走过去，快走过去！我在心里祈祷。眼看着棒球男就要从我身边走过，他却突然停了下来。我看到你了，他笑着说：“出来吧。”那一瞬间，我吓得几乎心脏停跳。片刻后，棒球男动了，他凑到监控室的显示屏前扫了一眼，没有发现我的身影。不可能啊！我听到他低声喃喃：“难道他跑这么快，已经到厕所了？还是说他又回公司了？”厕所是这个楼层唯一没有摄像头的死角，而公司里有桌子，人可以躲在后面避开摄像头。棒球男嘟囔着走了，在确认棒球男确实已经走远后，才猛地坐起身来。垃圾从我的脸上滑落，我大口呼吸着，我赌赢了，这是我唯一能躲过棒球男搜查的办法。棒球男不会想到，这具倒在血泊里、脸被垃圾盖住的尸体不是老板，是我。他没有想到我会忍着恐惧，换上老板的衣服躺进血泊，而真正的老板被我剥下衣服后，从12楼的窗口推了下去。看了一眼监控，我立刻看到了棒球男的身影，他正在由大厦的北面向南面移动，准备回公司。而最南面，也就是我们的公司里，眼镜男正在试图把毛毯系在一起，变成一条绳索。我心里一动，眼镜男想跳窗，只要他能到第11层，就可以从窗户进去，然后从第11层逃生。我也必须想办法离开这一层。平缓了一下呼吸，我走出了监控室。路过楼梯间的时候，我再次试着推了推门，还是不行。2道门中间挂着一把 U 型锁，顶多只能推开不到10厘米的缝隙，人根本无法从中穿过。等等，这把锁很熟悉，我想了起来，这把锁是王哥买的。老板说公司的大门最好再加1道防护，于是王哥就下单了这种最传统的 U 型锁，今天早上才到货。为什么王哥的锁会出现在这里？难道这层楼门是王哥所住的？或许自己应该去检查一下王哥的尸体。我悄悄潜回了大厦的南面，远远的我看到了棒球男的身影，他站在我们公司的门口，望着玻璃门内。下一秒，棒球男举起了球棍，砸在玻璃门上，一下再一下。棒球男没有看见我，他的注意力正在被门内的眼镜男吸引。你宁愿掉下去摔死，也不愿意死在我手里吗？趁着2人对峙，我飞速地潜入了隔壁的空房。王哥的尸体仍然停在那里，有2样东西不见了，一样是他的手机，另一样是他随身携带的钥匙串。我起身，觉得某些真相似乎在朝我逼近。然而就在我想要继续思考时，窗外突然传来一声尖叫，眼镜男跳下去了。
他的腰间系着绳索，悬挂在12层和11层的中间，整个人浑身发抖。慢慢的，他把自己往下放，而同时传来的是公司大门处的玻璃碎裂声。眼镜男尖叫一声，他加快了手中的速度，而就在下一秒，棒球男已经来到了窗边，他飞速地抓住了绳索，手中拿出一把刀，一刀下去。下一秒，眼镜男突然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，他整个人从11楼窗口掉了下去。眼镜男死了，只差一点他就要成功了。这时门口传来了砸门的声音，球棍砰砰地砸在门上。林岩，我发现你了！我不断地往后退，一路退到角落里，只要这道门被撞开，就是我的死期。然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撞门声突然停了，外面重新变得很安静。我以为棒球男砸累了，只是短暂的休息一下。然而5分钟过去了，10分钟过去了，20分钟过去了，门外再也没有传来任何声响。我走上前去，从门缝往外望了望，外面的走廊黑漆漆的，没有人。然而下一瞬，我便意识到不对，后退一步，我缓缓趴在了地上。下一秒，我和棒球男的眼睛对上了，他并没有离开，而是趴在地上，死死地盯着我看。我发出了一声惨叫：求求你放过我吧！你到底为什么要杀人？我没有得罪过你，我真的没有得罪过你啊！外面一片寂静，棒球男并没有做任何回答。突然，我觉得似乎有点不对劲，棒球男刚刚看我的眼神好奇怪。我趴下去，再一次的和棒球男对视了，他的眼睛仍然一眨不眨的盯着我。半分钟过去了，1分钟过去了，他始终没有眨动一下眼睛。我意识到他不会再眨眼了，他死了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自己打开了门，黑色的血从他的鼻腔和嘴角流出来。棒球男像是中毒了。我来到了隔壁，玻璃门已经碎了，这里唯一多了的东西是一个饮水机旁的纸杯。棒球男刚刚在目睹了眼镜男坠楼后，从饮水机里接了一杯水。我蹲下来，在饮水机的冷水出口旁闻到了一点刺鼻的怪味，棒球男很可能是闻不到的，他球棍上的血腥气太重了，压过了其他的味道。是谁做的？是谁往饮水机的出口抹了毒药？我拿出了棒球男身上的手机，打开短信界面，下一秒我的呼吸停跳了。12点整，棒球男和我们所有人一样，收到了那条消息：有杀人狂进入大厦，请不要擅自下楼。但是在11点40分的时候，棒球男还收到了来自同一个号码的短信：恭喜你被选中成为杀人狂，定金已经打到你的银行账户。如果今夜除了你外，没有别人从大楼里活着离开，那么你将额外收获1000万元的奖金。与这条短信一同被发进来的是银行的短信，显示账户进账10万元，备注定金。这就是棒球男杀死所有人的理由。在收到提醒短信的20分钟前，他收到了杀人的短信。游戏开始时，他已经是个卧底。那么这个游戏中，卧底只有一个吗？我突然想起了什么，从口袋里掏出老板的手机，我看了一下，12点进来一条短信，在之前11点50同时进来2条短信。原来如此，我终于触摸到了这一晚的真相。突然听到后面传来一个虚弱的声音：林岩，你还活着？我回过头去，看到了小美。小美没有死，在离开公司的那场追逐战里，她被棒球男的球棍扫到了左臂，整条胳膊瞬间不能动了。在她倒地后，棒球男扔下她，开始搜寻我，而她强忍着疼痛，爬进了厕所，躲进了洗手池下的死角里。小美说：我等了很久，棒球男一直没有出现，附近也没有脚步声，我就出来看了看，果然他死了。我怔了怔，你知道他会死？小美说：是我往饮水机里下的毒。听到这，我神经再次紧张起来，赶紧将自己手机上的短信内容藏了藏。看来今晚的游戏还没有结束。